是，今天柯文哲案宣判了。柯文哲今天剛剛判了17年，褫夺公權6年。大家看說，這個是怎麼判的？是用什麼理由判了這個部分？然後這樣的部分，如果我上訴，柯文哲還有可能跑掉嗎？其實柯文哲跑不跑掉，對柯文哲來講已經沒有意義了。17年一審判17年，你已經斷了你2028年的總統夢了嘛？沒有了嗎？對，總統、副總統那個選舉罷免法26條規定，你只要判10年以上，你就不能選總統了。好，那你斷了一個總統夢，大家就接下來講說，那這個17年是重還是輕？其實我是覺得差不多啦。哦，因為他起訴的求刑的話是28年6個月啊。我們一般來講的話，這種刑期大概都是從中間折一半之後再往上加一點點。以前都是啊，对啊，才14年一半嘛，对不对？哎，就嘛21天作五，加一點點，這個是以前的判例很多都是這樣啊。那可是今天呢有一個後門我覺得審判長江俊彥今天講的一些話讓人家覺得思考真的是有一些問題啊。他說小沈1500，我們一直在認為說這個貪污認罪黨裡面，對，這一個 Excel 黨，他還問了很多人吶，包括妙天的那個助理嘛，對不對？還有那個什麼那個大善人嘉義大善人的助理邱清章啊。還有那個什麼邱佩玲他們拿的這些錢，他告訴你，這個 Excel 檔裡面的那個數字跟時間跟這個錢就是錢，對不對？那為什麼獨小沈1500這個不是錢？哦，柯文哲說那不是錢呀，對不對？那是感謝他對我一些幫助，那幫助在哪裡？1500是什麼幫助？所以之前還有人講說，那個可能是下午3點啊，對不對？好，那不管怎麼樣，今天公出來之後，江俊彥審判長他講說，這個叫做公訴證據。公訴證據的也講我沒查過這1500萬啊，所以你今天如果要我判這個，用我的法官心證來認定說這個就是匯款，對，那你要補強證據告訴我，你要查的這錢到底流向哪裡，對不對？所以這個地方就沒有，那沒有的話，你認定，這個光他貪污受賄這個地方判13年哦，這13年法官又講什麼？就是那個210萬的政治獻金，對，他不是透過張志成跟那個朱雅虎找了微金集團7個人嘛，所以30萬。他今天在辦公室踩腳踏車，人家拿300萬進來，那也不算，那叫侵占哦，那叫侵占，因為那叫做政治獻金。政治獻金你明白了照理來講你不能夠作為挪為私用嘛，對，所以他侵占跟背信這一塊的話。也判得蠻重的，所以今天判貪瀆的只有說我分給每一個人頭，每個人頭大概30萬，加減那210萬，對，是用那210萬來判他今天貪污啊。這個時候法官又用他的心證來認定了，他說這210萬叫做前金後謝，你可能210萬當做政治獻金來的話，對，只是給我一個，因為這210萬比較確定他是從微金小沈的集團裡面出來的，因為這個有查到金流，知道錢這確實進入你的政治獻金專戶裡面。那一小沈1500，這個我查不清呀，而且他在起訴書裡面，他也是寫的時間很隱晦哦。是，他是說，因為就是這樣的，你今天雖然收了那個300萬，然後你沒有一個對價關係，所以我很難判你這個貪瀆。可是今天是因為微金小沈，你又有個金華案，所以我就可以說，你這個錢雖然也是進來了，每個人分，但是你就會有對價關係。有了對價關係，就是我有前金後謝，所以用這個來扣他的13年。因為這個裡面之前應該講到說，這個圖利就是金華城案嘛，你為什麼給他20%的那個容積獎勵？這個是不合理的，在都市計劃裡面是不合規的嘛，所以他在講說，你給他210萬政治獻金，這就叫前金後謝。因為什麼？你圖利他121億，所以這有可能就是一個匯款，所以他就依據這一點來論斷判你13年的受賄罪量。是啊，那可是你又講說這個小沈1500的話。問題是小沈1500，你法官不認賬一審法官不認賬那2審法官就不可能再把它翻過來講說，這也是在判你黨罪對，所以這個部分幾乎就等於定案說小沈150你沒事了，除非說你檢察官再把這個事證查出來，對，好，包括橘子的或者。所以你現在只能確定說，因為今天微金小沈透過了人頭，每個人30萬，累加了210萬，累加210萬，又跟後面有個金華城，所以有對價關係，所以只能扣這個部分。對，所以你在司法論戰的部分，到2審的時候，你柯文哲的律師就得強攻這2100，這個就單純就是政治獻金嘛，這不是前金後謝啊。對，好，所以對柯文哲來講，他2審之後的官司可能刑期還會往下降。那不過對柯文哲已經不重要啊，這麼規年都無效啊嘛，對不對？反正我2028我變孝心啊。好，但所以吳總，我剛才講的，今天微金小沈出來，本來說他要坐輪椅。就前一天被你曝光說他在跳舞，跳了舞以後，他今天就不能再坐輪椅了。可是相對來講，微金小沈判的也蠻重的。今天這個案子你怎麼來看待？不，這裡面剛剛有幾個重點沒有談到。第一個因為刑事犯罪裡面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行為人本身犯法，對，所以要抓到本罪，所以要柯文哲犯罪，這是第一個前提了啊。那柯文哲犯罪的話，你要有人證跟物證嘛，你要具體的事證，所以在法官的認定就是說，210萬是屬於錢金，210萬是不是柯文哲收呢？確實是啊，因為他們是這個微金小整叫人頭付了他210萬，所以法官的心證認為這個是錢金。但法官的心證有沒有被受到那個1500的影響呢？當然是有嘛，有啊，他不能夠寫到他的判決書裡面。這第一個，這叫做物證嘛。可是等一下，那人證是什麼？是。彭正生緩刑，你看到沒有？哦，对，承認了，對嘛？彭正生認罪，他跟邵秀佩兩個就不一樣。彭正生跟邵秀佩兩個人都緩刑，緩刑的意思他們兩個認罪，就是因為他們兩個認罪，所以咬住了這有前進後線的問題。這個案子裡面有人認罪啊，這就是表示有犯罪行為啊，是犯罪行為已經確證了、確實了嘛，只是你柯文哲不認罪而已啊。對，所以這個裡面有個關鍵在彭正生嘛，所以他這個不是隨便判的，而且這裡面我們現在看他總共的這個整個判決書有1000多頁。我對這個法院我有意見，他因為1000多頁太多了，所以我不給你公布。那1000多頁，那你就送到雲端，大家看就好了啊。這個現在的科技很發達，我們現在談就很有具體，我 AI 一掃5分鐘就告訴你怎麼回事。然後好，這是第一部分，所以我剛剛講，我對他判罪這部分我絲毫不懷疑。哦，因為有人認罪，所以有人認罪嘛，不然我抓他，你說你有罪，我們兩個同案，然後我無罪，這個不可能這樣判嘛。有人認罪，他就有罪，這是第一個事情。然後第一大部分然後第二部分來講的話，他要求他今天有個特別要求，他要你所有的被告要到場，對，要臨庭到場，不然我要拘提。一般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吧？當庭拘押，要拘押或是要家保。家保，所以當時我就跟朋友談，我說然後柯文哲提出3個要求，那3個要求他希望說不要家保，然後他希望他把他那個電子小條去除，然後不要限制居住。他這3個問題啊，聽起來好像他還聽起來很正大光明。那為什麼不讓他去東京，不會讓他去日本？就是限制居住嘛。就是你到底在想什麼？當然法官認為說你有潛逃啊，認為你有逃亡之虞啊，因為一直認為我抓不到你的贓款，不等於說我不相信你沒有贓款。所以法官有心證了。不，當然法官有心證，為什麼判那麼重？開玩笑啊，对不對？你看到一樣是高虹安，他也是一樣，他是徒弟背信罪嘛，对不对？結果他判他7年多，到了2審法官就翻掉了嘛。那個在法條上的解釋不一樣，那這個東西沒什麼好談的。柯文哲第3個更糟糕，柯文哲還在搞小草。戴部長，你看到今天其實他進到庭裡面的時候，他是氣定神閒，覺得自己是沒事的耶。柯文這個人啊，就是嘴賤心壞，膽小如鼠。我跟你講，他今天看到這個情況，為什麼他微笑？你知道吧？就是你沒有抓到我他媽錢嘛，對不對？你沒什麼本事啊。你法官搞半天弄到我210萬來扣我帽子嘛？我真正的錢常常你抓不到嘛？他在屌，你知道吧？這是考試第1名的學生都是這種心態。老子呢幹了你沒有辦法拿我沒轍，你那個挑我一條280萬的康桃娘，他在嘲笑賴清德。可是我也判你17年了，你要坐牢的。但是我現在比賽我贏你啊！我比賽我贏你啊！你是無才調搞2萬，你沒有辦法抓到我的贓款，你是不要搞嗨嘛？但是我可以很簡單，他這樣搞，他想幹什麼？他幹嘛？他繼續搞政治嘛？沒錯。他搞政治要幹什麼？他報仇嘛？他賴清德，你看了好了，你看最後你看到立法院，他每天在立法院上班嘛？對。他開始搞賴清德，烽火連天。他烽火連天個屁！他們8個人烽火連天，他媽小咖。他媽我都不怕他烽火個鬼頭啊！他就是一個不識相的北霸嘛，屌什麼屌人？你就乖乖打官司，對，搞不好打個10年，大家忘記柯文哲是誰了，無罪就跑了嗎？不就簡單嗎？你現在耍屌，我告訴你，2審，我問你嘛，2審能夠撐到28年嗎？撐不到2審就給你判掉了吧？我告訴你，3審是書審書審給你媽3個月給你搞掉。對。28年給你關起來，你這個家伙屌什麼屌啊？這囂張，你懂我意思沒有？這個嘛，我當被告，我是職業被告，我一天到晚跑法院，我當然懂這個心態嘛。
他要準備修理他媽的賴清德嘛，他準備來玩他媽復仇大賽嘛。你說等於說他跟賴清德沒得談了嗎？他不會談了嘛。那之前不是講說綠白合還有可能嗎？我原來以為，因為那個有一個關鍵的戰略時刻嘛。如果他開始這個就是很簡單，那有個時機點，所以就是這個叫黃國昌離開了啊。他現在每天在哪裡上班，你知道吧？在立法院不是嗎？對啊，在黨團啊，他幹嘛？他黨團他就是要交易嘛，他黨團他不是要交易，就是要找麻煩嘛。他是修媽手，他秀他拳頭大，他拳头八席大個屁，那國民黨一翻就翻過去了嘛。對，盧媽一個人把他翻掉了，對不對？他唯一的機會就是國防預算嘛，你就是你可以交易，他一天到晚講聯合政府，那不是聯合政府嘛。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布局。